耶路撒冷午後的陽光分外刺眼，空氣中彌漫着塵土與憤怒的味道。當保羅站在營樓的石階上，向那黑壓壓沸騰的人群擺手示意時，奇蹟發生了。那原本狂亂的謾罵聲逐漸平息，最終歸於死寂。保羅緩緩開口，用的不是希臘語，而是他們最親切、最神聖的母語希伯來語。弟兄父老們，請聽我分訴。他的聲音沉穩，帶着一種歷經風霜後的平靜。他向他們講述自己曾經也是一個狂熱的律法守衛者，是如何在加瑪列腳前嚴謹受教，又是如何為神熱心到去逼迫那所謂的道路，直到那場發生在去大馬色路上的巨變。他描述了那道從天而降、比正午陽光更炽烈的光，描述了自己仆倒在塵埃中，聽到那句令他終生戰栗的質問：掃羅，你為什麼逼迫我？當他得知對方竟是那被釘死的拿撒勒人耶穌時，他徹底被擊碎，又被重建。保羅毫不避諱地提到了亞拿尼亞，提到了在那雙慈愛的眼中重見光明，以及在聖殿禱告時那個改變他命運的異象。他誠實地告訴同胞們，即使在向主辯解，說自己曾如何親手將基督的信徒下監，如何站在旁邊贊同司提反的殉道時，主依然對他下達了那道無可推諉的使命：你去吧，因為我要差遣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裡去。話音未落，人群的寂靜瞬間崩塌。那原本被他的真誠所吸引的寧靜，在聽到外邦人這3個字時，化作了比先前更瘋狂的怒火。他們摔掉衣服，把塵土向空中揚起，聲嘶力竭地吼叫着，要求即刻處死這個不配活着的人。千夫長被這突如其來的暴動驚呆了，他下令將保羅帶進營樓，準備用鞭子拷問，以找出眾人憤怒的根源。就在兵丁將皮帶勒緊保羅手臂的那一刻，保羅側過頭，對身旁的百夫長投去了一個平靜而銳利的目光，那是屬於羅馬公民的尊嚴。人是羅馬人，又沒有定罪，你們就鞭打，這是合法的嗎？這句話如同一道閃電，瞬間擊碎了現場的囂張氣焰。當千夫長戰戰兢兢地得知保羅生來便是羅馬公民，且自己竟非法捆綁了這樣一位身份尊貴之人時，恐懼開始在他心中蔓延。第二天，在這場衝突的漩渦中心，千夫長解開了保羅，將他帶到那些氣勢洶洶的祭司長和議會成員面前。保羅站在那裡，再次直面那些想要將他除掉的人。故事的冲突才刚刚進入最核心的時刻。